说起 MR2，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古惑仔。在那个年代，能拥有一台 MR2 可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事情。大家还记得我那台 CO9 吗？前车主换了台 MR2，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下他讲述 MR2 的故事。哎，曾哥，哎 ，hello， 喂，怎么样？怎么突然间买了一台这个车？就是觉得，之前我用过的车都是 NA 车嘛，然后就想感受一下涡轮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古惑仔的车哦，算是吗？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车的时候是在古惑仔陈浩南开的这台车里面，就是路上飙完过后。然后和女教师发生一点什么事情，还被偷了。对，那这台车的话，你买回来过后，首先你准备了一些什么东西？当时买来外面看着还行，但是其实里面机械一般般。比如说它那个排气那个 manifold， 就是有点弯掉，然后有点漏气，然后也整了挺多东西的，然后很多包括一些橡胶的一些老化的件啊都是换掉了。就像这个年代的车来说的话，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地方？比如说 bushing。对 bushing 啊还挺好，因为上车主他基本上悬挂 bushing 都换了一遍了。然后我这个车的话，我想一想，它的水箱影响比较小，其实当时拆开也稍微有点锈了，然后就把它顺便换了一个大的水箱，包括 intercooler 呀、水箱这些东西。那现在这台车用的是原厂的 turbo 吗？还是你升级了一个 turbo？ 现在用的是日版的turbo。对，美版跟日版还有区别吗？会有区别的。然后比如说日版它上压会更快一点，然后它压力能持续更久，能持续到红线。美版的话，那个它只是到我想想大概是3500左右才介入，然后到5000转就没了。就很废，就只有一段很短的一段，就感觉像是还没开始，刚开始就结束了。整个设计来说的话，我很喜欢它的翻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它这个翻灯给我的感觉啊，就是那个年代，就是说现在没有的东西，就现在不会去跟你设计一个翻灯出来，不管什么车来说。他说真的会对风阻会有一点点影响，但我觉得翻灯帅就够了，这帅就够了。现在我们用轮毂是什么轮毂呢？轮毂用的是 Advent 的 TC4，然后前面是16寸，后面17寸，前面稍微低一点，后面比较高一点，这种比较攻击一点的，看起来整个车的姿态比较饱满一点，后轮尤其是后轮。我看你第一次拿回来这个图哦，它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像进气的导风一样的在这个地方，它后来是把它换掉了吗？对，因为那个东西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看嘛，就是虽然有人喜欢那个，它是有功能性的吧，还是没有功能性？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Toms 的改件来的，然后它是导入进去是一个那进气的盒子，但是很多副厂的那种导进去就没有那盒子，只是外观而已，因为它椅子在后面，然后它进气其实是从下面这边还有车底进去，这边撞进去，然后车底也进去，要从这个引擎盖上面出来的。然后如果加那个管它的话，它会影响那个就是那个气流，反而可能会影响它的散热。像这个年代的车，可能就是改一点什么东西就要失去一点什么东西。对，前面什么都没有。什么没有，就一个备胎电池。方向机也是在前面。方向机在前面的，在前面。对。水冷什么之类就在后面了。水箱在前面的。水箱在前面。水箱是绕一大圈从前面，然后绕到后面，就跟 NSX 其实有点像。对，它中冷是在侧面的，那边侧面。两个中冷，左右两边一边一个。这边是进气，那边中冷，然后它中冷还带风扇，就是挺奇葩的。它这个设计很好啊，中冷带风扇的话，就是如果是在那边带风扇，因为它侧面那个进气口其实进去的量其实不大的，所以靠那风扇来吹。我来之前，我不妨直接跟你说，我其实对 MR2 没有特别了解，因为你知道我是个 Honda guy， 你以前也是个 Honda guy， 我之前我看它的马力数据好像也就只有170匹左右。对，170匹那个好像是自吸的这个马力。自吸的马力。对，然后北美原厂马力大概是200匹。像这种年代的电脑，如果要写进去的话，因为 Turbo 车可以直接写电脑，它会不会跟现在的车一样，我刷个罐头程序，它也会多很多匹马力？还是说它要把整个电脑拆出来重新改电脑？这种老车的话，需要直接换一个那种 standalone 的 ECU， 对，就没有什么罐头可以刷了，就必须特调。10年之前吧，我最早开始玩车是09年的时候，我看那个 Option 杂志就是的，他们要改车很多都是把原厂的电脑拆出来过后寄给厂家，厂家给你写完程序过后再给你寄回来，对，然后你再自己把它装上去，是，然后还要根据相应的程序来装一些硬件里面去，是，然后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马力。以前很麻烦，现在都方便很多了。但你不觉得这种东西很有仪式感吗？就是确实，你买了一个车过后，你说啊，我要给它加一个马力，你不是说自己一插啊结束了，而是把它拆出来过后。
哎，我也拿到这个东西了，我寄给他了，他给我 Magic 什么东西过后拿过来，我就多了很多马力，然后我要根据他的那些东西精密计算，很有仪式感。它上面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拆掉的，可以做一个 convertible。对，它是一个 T 顶，然后两边是分别2块独立的玻璃，然后那玻璃可以拆下来。你看看90年代的日本车设计，真的就是设计比较超前一点。像放在2024年，今天我都不觉得这个车过时。现代的车很多都是趋向一种就是很类似的感觉，设计都是有很特别的套娃。现在的奔驰你就知道了，升高 SUV， 降低就是轿车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车的引擎吧。好，它引擎是丰田的3S GT， 丰田用它来参加过很多比赛，比如勒芒呀，然后 GTCC 啊之前。那这台车就是说给你的特别之处，你为什么会最后选择了这台车？你不是把 TSX 卖给我们认识的朋友，然后那个朋友又把它卖给我，然后我又把它卖掉了。这辆车它出名的比较难控制，就是那个叫做 Snap Over Steer， 它在弯中如果你突然松油门的话，屁股容易就是比较甩出去，就是比较难救。然后我本身又比较喜欢开车，就是可以这样把这辆车来练技术这样子。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车就是有点像那种当年的964的感觉，就是寡妇制造机。确实，因为它这个悬挂设计的也就挺普通，我记得是麦弗逊的，这轴距也比较短，再加上它重心比较靠后，其实它前面重量是比后面要轻的这辆车。对，这车重心比较靠后嘛，所以就如果你在弯中突然松油门或者一边拐弯一边踩刹车的话，重心就会突然往前面，你的后轮就会失去抓地力，就容易甩出去这样子。一般是进弯之前就要把速度降下来，或者可以带一点点循迹，但不能带太多，因为这样的话屁股就一下就甩出去，会需要很小心。就是平时开的话就还好，在赛道上如果推到极限的话就要小心一点，就要很小心的这台车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技术比当年的保时捷做得好，因为保时捷是风冷，它还有水冷，水冷上还带2风扇。虽然丰田宣布马上需要复活 MR2 了，但是我就不知道 MR2 用的是什么引擎。如果还是要用18轮那个引擎，那我就，对吧？那我就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好说了。希望它还能用上那个 Yaris 那个引擎了。Yaris 1.6T 的3缸。对，刹车目前是保持原厂吗？还是？刹车目前保持原厂，就换了那个 rotor 跟 pad， 然后换刹车液，就这样。也够用，车也不算很重，120几吨。据说这个车的话，你觉得它的潜力是会能达到你的预期吗？就是说它的改装上限会比较大吗？还是说？这辆车上限其实挺大的，美国那边很多人改到700-800匹的，就原厂引擎700-800匹。原厂引擎700-800匹，不用做锻造，腹内什么都不用。这个我不太确定啊。这跟它涡轮是肯定要换的。这原厂变速箱倒是也挺逼真。700匹它原厂变速箱都做到后置。你看看丰田，看看20年前的产物啊，不，30年前的产物了吧？有30年前的产物，原厂700-800匹的变速箱能 hold 得住你现在的 GT86、GR86 在干嘛？对 GT86 玻璃变速箱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迟迟没有对 GT86 下手的原因。其实我还蛮喜欢那台车的，它上限比较低是吧？改装上限。如果那台车要做的比较好一点的话，其实是你要换引擎，因为原厂那个引擎来说的话，你要推到300匹来说，已经是一个你要 boost， 你 NA 基本上不可能。但其实 MR2 它如果作为一个86这个级别，它不太适合入门级的一个跑车，因为它容易失控，这一点对要求会比较高。如果你就瞎开乱给油门乱踩刹车的话，就很容易就滑起来，又滑起来可能又很难救。那我们要不要去试一下？好，走。好。加速可以。哎，有力的，有点力的，还是真的有力的，这车。不要Honda，要等这个 VTEC。可能扭矩稍微比之前要大一点。那当然 Turbo 嘛。对。啾，我就很喜欢听那个 BOV 的声音。啾。是。原厂 BOV 吗？对，原厂的这样，只换了个进气，哦，声音就出来了。
理不进了，他估计不敢 push， 我觉得。开的时候，这台车是没有 ABS 的，没有 ABS 这辆车，当时是选配，但这辆车行车组就没有选到，所以是没有防滑，防滑有吗？没有防滑，没有防滑，traction control 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没有？没有任何东西。方向助力有吗？方向助力也没有。你看他开那么快，技术问题真的。It's the man behind the wheel, right? It's not about the car, but it's about the man behind the wheel. 多练习就好，多练习就好。其实说真的话，我刚刚感受下来，其实觉得还好，在弯道上面好像没有那么难驾驶的一个样子，可能是人的技术好，是人的技术好，还行还行。对，主要就弯中就是保持着油门踩来就可以了，就一定要 hold 着油门，一定要 hold 着，不能完全松开。91年就发售之后，就因为这个事故率比较高，然后媒体好像也有抱怨，然后他们93年就开始把那个后面的悬架稍微改进了一下，现在比较稳一点。这一代 M2 都分3个阶段吧，然后我这个是第2阶段的一个 M2，它主要是这个悬挂上面会有一些小的改动，排气方面基本上都改了，downpipe 到尾段，然后头段都改了，然后直通了现在，直通没有还好啊，还好啊，没有那么吵，我觉得。对，它虽然是一个 M2 中置后驱，所以它的排气行进会更加短一点，但是我听起来说的话，没有那么吵。是因为我特意选了一个就是比较安静的尾段。OK， 那聊到这个地方来说的话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90年代的车，不会选择新车？因为90年代的车它比较 raw 一点，就比较原始一点，就是你开到，比如开到50公里，你就已经有一定的速度感了。新车你可能要开到100公里、150，你才有那种。小时候也受头文字 D 影响嘛，小时候在广东那边长大，然后就是也能收到香港的电视台，周6晚上10点半准时会放头文字 D。那你这个车往后来说的话，你还想改哪些方面呢？现在动力跟操控都比较接近我现在想要的阶段，就比较平衡，所以接下来可能只要改改外观，想加一套就是稍微90年代包围，但又不会太 riser 的那种。对，让我想一想，可能是 Charge Speed， 有点类似可能。那好，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神秘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期再来看你的车的时候，好，我们来看你的车是怎么样，好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见。这个防盗做得很到位，物理防盗。